大家好，我是小猪。上期我说冉莹莹，有人说我太丑女了。行吧，今儿我上坨大的。我们医学上有个术语叫顿服，好多人都没听过。我解释一下，比如你去看医生，医生开了处方，经常会交代你怎么吃药，一日几次，一次几粒之类的。那顿服是什么意思呢？指的是特定单位时间内药量一次性集中给够，这么做可以让血药浓度直接在短时间内达到峰值，主要适用于一些急症的治疗。今儿的毒妇夯拉榜就属于顿服，我一次给药，药效拉满，专治田园女权各种不服。另外，男士们也可以做一道送命题，如果地球上就剩他们，你愿意选哪位小仙女做老婆呢？张雨绮我给到 NPC。 张雨绮是著名的3无女星，虽然有颜有钱有团队，但是没文化没修养没内涵。她的长相属于老天爷赏饭吃的，又热衷于拿私生活娱乐大众，这点来说是很敬业的。而且她有市场有热度，属于天选女星圣体。但脑子嘛，像个嚣张的草包，一切都很外放，我野我有理，内涵这个词儿和他不沾边儿。谈吐确实挺没文化的，标榜独立有思想，但事实是很浅薄。可是勇猛的傻大姐人设非常讨喜，所以总有市场和喝彩声，她也很享受。反正天天把丝扎挂嘴边儿，沉醉于扛旗站在道德制高点撕别人，然后享受一群人为他喝彩膜拜他的高光时刻。我觉得吧，这种人千万不能和他沾边儿，因为谁都预料不到他什么时候不高兴就能把自己崩一身。一个女人如果美丽且空洞，美丽就会变得很平庸。美丽是分等级的，张雨绮的美丽并不高级。当一个人有无比的骁勇和无比的美貌的时候，大概就政治正确了。当年他和汪小菲互扇巴掌，跟王全安马路上踹车门，后来又刀砍袁巴元，吸引了一波很狂热的女性追随者。因为在他们的标准里，这就是勇，就是飒，就是大女主。我觉得汪小菲如果和张雨绮成了，估计也会离。和安以轩大概还能过下去。安以轩看着柔柔弱弱，实则是个温柔又强悍的女子。张雨绮在吐槽节目上说，恋爱时电话打不断，分手了你啥也不算，马背上劈腿人家那是敢想敢干，这个人就得趁早让他滚蛋。于是又圈了一波姐姐很飒的热度。这些为她喝彩的女性，不知道有没有仔细想过，张雨绮其实就没用正常的眼光看男人和自己。张雨绮不懂女权的真正核心是什么？女权其实是平权，是不甘当他者，是作为女人找到自己、实现自己、完成自己的过程，而不是踩踏对方、手撕对方，然后打倒对方。我不太清楚他是理解就卡到这儿，还是只想吃流量，自己一边赚人气一边从中获利。我觉得两者都有。另外，真的要和追随他的姐妹们说一声，不要跟着他撕这个撕那个，天天拿着放大镜说这个人渣那个人渣。如果你看到他战胜某个群体就觉得自己赢了，其实并没有。他赢了对你的生活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对他有意义。马蓉给到顶级。宋哲出狱以后一直在昌平隐居。隐居这词儿其实挺高雅的，放这儿估计不合适。苟活？在昌平勾魂儿？算了，苟活吧。马蓉其实是真不漂亮，但你得看宝宝长啥样。每个人对美的定义不一样，大众审美里头马蓉只能算是中等偏上，
但是在王宝强眼里，那马蓉完全是属于天仙级别的。在马蓉这件事儿里，其实大家忽略了一点，就是找另一半，尤其对女生来说，一定要考虑相互的生理吸引，不能为了钱连自己的生物本能都弃之脑后。这倒不是说一定要找一个大帅哥或者美女，而是要忠于自己的审美，找个对自己有基本吸引力的对象。这里有一个自测的方法，就是看着对方睡觉的时候，如果还想亲一口，那基本上就没问题了，否则还是要再想想。马蓉的问题其实挺明显的，王宝强对她来说没有半点生理吸引，公开接吻对她来说跟上刑一样，抗拒的在镜头面前都没掩饰住。但是偏偏宝宝除了生理吸引以外的特质，全都是世俗意义上让人安心的满分丈夫的样子，忠厚、爱家、能挣钱、有名气、有地位，还因为出身学历在妻子面前姿态不高，因此性价比高到爆表。但是木桶短板效应证明，最短的那块板决定了木桶的储水量，其他的长板再长都没用。生理吸引太短板了，以至于他们的婚姻几乎留存不住幸福，这就很无解。王宝强要不是生理吸引这块太短板，也不至于在其他方面表现出出奇的低姿态。有好多女人都高估了自己的拜金程度，也低估了自己对颜值的看重。其实王宝强颜值的绝对值并不在谷底，作为一个男星，他的长相倒不是让人看着就不舒服的那种绝境，看多了其实也挺顺眼的。马蓉其实肯定拿王宝强跟宋哲比，还不跟武大郎一样，有对照组的情况下就更难接受了。我觉得王宝强应该修修眉、护肤以及换换发型，但是他的外形不是重点，最让人腻的是他的舔狗气。老手都懂，过于主动的异性有多令人厌恶。田朴珺我给到 NPC， 我对咪咪没什么大意见，除了爱装逼既要又要，其他真的还好。和老王在一起，人家俩人一个贪财一个好色的明明白白，现在还过着小日子，孩子也生了。虽然和老王聊天的时候，咪咪忽然冒出了一句盖棺定论。那因为你已经可以说盖棺定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吓得老王赶紧说盖棺定论我还没死呢，说那不盖棺定论说不上，盖棺好吧。至于咪咪是真不想熬了，在这儿探老王的口风还是口误，咱也不知道。毕竟人的很多真心话都是以玩笑的形式说出来的，潜意识里的肺腑之言都是不经意吐露的。下面上两个猛将，劳荣枝给到夯位，不多说，确认过眼神，是要老命的眼神，藏不住的凶狠。有人说他原本是小学老师，是法子英把他带坏了，以至于俩人亡命天涯，一路走一路杀，结果了7条人命。要我说，哪有什么乖乖女被黄毛拐走才变坏的歪理。劳荣枝充其量是一个表面温顺内心毒辣的女人，不再伪装罢了。法子英是个人渣，但只属于普通流氓，跟劳荣枝在一起以后才开始杀人。法子英开始杀人以后，只有一次有幸存者，偏偏那一次劳荣枝不在现场，受害者苦苦哀求，法子英就把人放了。所以不要说劳荣枝无辜了，他本身就是魔鬼。我们常说一个被窝睡不出两种人，就像替身使者会相互吸引一样，真正守法公民或者善良的人是不会被法子英这种人渣吸引的。面对一个给自己花钱带自己吃喝玩乐比自己大10岁的已婚已育黄毛，一般未婚女性第一反应是远离。就算一时鬼迷心窍，贪慕虚荣，贪图享受，不介意当小三儿跟他在一起，发现这个社会大哥干的是杀人犯罪的勾当，不想着脱身离开，反而助纣为虐。
就说明了这个女的也是罔顾法律、轻视人命的人，或者是心存侥幸，觉得自己没亲自动手杀人，不会有严重的后果。臭味相投的两个人才能走在一起。人渣是劳荣枝的舒适区，法子英作为催化剂，让劳荣枝的毒性释放了出来。逃亡过程中，劳荣枝还学画画、学舞蹈，不断提升自己。他在酒吧工作，还谈恋爱了。酒吧的宣传照片里，劳荣枝作为头牌，销冠，40多岁，在一群20多岁女孩里众星拱月，稳居 C 位。他心态这么稳才是最恐怖的地方，给人一种谈笑之间就能把人嘎了的恐怖感。我比较好奇的是，和他一夜风流的男人，后来如果知道他是背着7条命的杀人犯，会不会从此就硬不起来了？我的关注点一直都比较清奇。翟欣欣给到夯位，并驾齐驱。都说她有种土味美，我告诉你一个冷知识，土味美对程序员有着致命的吸引。高级的美程序员看不懂，低级的程序员也会觉得 low。 土味美其实有一个雅称，人畜无害的邻家妹妹。程序员的审美刚好卡到这儿，忽然就看懂了。我们平时比较鄙视的死亡芭比粉，其实是直男斩色，尤其对程序员，可以说是长在了他们的心趴上。一个长相中等的女孩，只要穿上粉红色运动装，就是程序员想娶回家的人。别看苏小茂千万身家，但还是屌丝心态，注定躲不过翟欣欣的杀猪盘。边潇潇给到人上人，你不知道他是谁吗？不知道就对了，证明他当年处心积虑蹭印小天热度没蹭上，还粘了一手屎。边潇潇是插刀教的缪斯女神。2012年，印小天和边潇潇拍摄电视剧的时候发生肢体冲突，边潇潇一口咬定印小天对他动粗，推搡他，还抓他头发。这件事儿后来演变成了罗生门，明星都纷纷站队。李晨和杜淳之前还标榜自己是印小天的死党，他们为什么都踩印小天，恨不能他死？是因为他们都眼馋印小天当时的资源。印小天从当红小生一夜之间变成了打女人的大恶人，他的片约很多都被李晨和贾乃亮劫走了。印小天拿了多少年的海澜之家的代言也被杜淳抢了。李晨的人品我就不说了，他当年怎么对冰冰姐的，那真是有用的时候小甜甜，切割的时候牛夫人。但冤枉你的人比你还知道你有多冤枉。好在最后剧组放出了当天的视频，视频很清楚地显示是边潇潇先言语辱骂印小天，俩人之间的肢体冲突也是互相推搡，根本就不存在印小天暴打他。真相大白之后，插刀教横空出世。我早说过，时间和金钱会告诉你所有真相。插刀教那些人后来都陆续塌房了。女主角边潇潇至今也是查无此人。哈琳娜给到 NPC， 印小天前妻，对，苦主还是印小天这个人。生活给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往往会给你的窗户再砌一堵墙。哈琳娜当年自称是天津医科大学本科，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父亲是国企老总，母亲开了10几家连锁店。结婚的时候会带1000万的嫁妆，印小天就和他恋爱结婚了。后来才发现哈琳娜是天津武警医学院毕业的，但他给印小天说自己是双学历，上了2个本科，印小天又相信了，还给了女方200多万的彩礼。婚后他才发现岳父不是国企老总，岳母开个早餐小摊儿，房子都是租的。俩人生了个女儿，女儿满月的时候，哈琳娜带着孩子走了，并且起诉离婚。2017年2个人离婚，印小天赔了夫人又折兵，
一场婚姻，一地鸡毛，一身伤。其实这事儿吧，各打50大板，毕竟印小天也惦记着女方的家世才上的钩，不算完全无辜。哎，不得不说，郭富城真是在名媛班里淘到宝了，媳妇儿听话，岳父还是自己的迷弟，和岳父你管我叫爸，我管你叫哥，咱俩各论各的，异常和谐。最近程程出门，岳父小迷弟还给他打阳伞，你说这神仙小日子也是让郭天王过上了。印小天现在也老了，一言不合就跳舞，他是科班出身，是真会跳，但跳了这么多年还是蓝蓝的天上飞老愣，人也有点劫后余生的神叨叨。但我喜欢这种被生活拷打过但没垮，还能从炸毁的废墟上站起来的人。瓦蓝蓝的天上飞金鸡，我在厦门眺望北京，侧耳倾听啊，评委的声音，望眼欲穿把金鸡奖领。谢谢。董洁给到顶级，董洁当年的打法是先扣屎盆子，说潘粤明烂赌和车祸后不举。这俩屎盆子别说是对男星，就是对所有普通男人也是天崩指控。再加上董洁一直给人一种柔弱冰清玉洁的印象，对比之下潘粤明秒变禽兽。要不是卓伟爆了董洁婚内出轨王大治，大家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很低级的以貌取人的错误。明骚易躲，暗箭难防。没想到董洁还挺重口的，要不是卓伟，潘粤明估计现在还被钉在耻辱柱上。董洁的后续操作也很迷，他不让儿子和潘粤明见面，潘粤明父亲去世也没见上孙子。你说他不爱孩子吧，他拼了命要孩子的抚养权；你说他爱孩子吧，又拼了命诋毁孩子的父亲。但别说，董洁在小红书现在是带货一姐，不缺拥趸，可想而知小红书上都是些什么人。冉莹莹给到人上人，上一期我已经分析了拳王和他的败家玩意儿娇妻，邹市明的审美和能力的短板，精准地在婚姻中找到了自己的报应。冉莹莹属于抱金币的职业选手，我觉得建议把邹市明好好查一查，堂堂一个拳王，能被比他还矮的老婆拿捏成这样，应该是邹市明杀人被他看见了。冉莹莹和拳王生了3个孩子，而且婚姻也10多年了，这2点降低了他的毒性，给到人上人。忘了，最新的消息是拳王听了老婆的建议，打算年底复出打拳。这下不行了，邹市明生死难料，升到顶级。如果邹市明熬不到下拳台，冉莹莹自动晋级到夯位。同样是顶流运动员的前妻葛天给到拉，他其实没有用过刘翔的资源，也没得到实质性的好处，稀里糊涂还有了婚史，等于说不仅便宜没沾上，还粘了一屁股刘翔的墙。其实当时按刘翔的知名度，给他扯个好资源不难，也不至于让这姐妹儿轮到裤裆藏雷这种剧。毕竟藏雷的时候俩人已经热恋了。运动员其实相对于明星和富豪来说都好崩一些，实在很难说他当初和刘翔在一起算计有多少。其实葛天条件挺好的，就是刘翔感觉俩人不是一路人，再这么下去估计要把自己折进去，赶紧提桶跑路了。杨天宝给到拉，当年小明把他喂太饱，结果飘得厉害，演技不行，但大满贯这话也说出来了。其实我觉得我这一路走过来也并不算是完全的顺利，对啊，如果顺利的话，我现在应该把奖项拿了一个大满贯，然后无忧无虑。小明一看势头不对，立刻抽梯子。离婚后杨天宝其实挺安静的，和黄晓明的那些年就像南柯一梦一样，希望他未来能遇到另一段幸福吧。
陈丽华给到人上人，本来这里不想放他，毕竟我后面做软饭男的夯拉榜，肯定要给迟重瑞一个席位，到时候再说。但想想不行，毕竟他也代表一种毒妇，虽然十分隐蔽。陈丽华18岁就有了自己大儿子，也是挺牛一个人。迟重瑞跟他一场，上对不起二老，下对不起老二，不知道图啥。图钱吧，陈丽华自己有3个孩子，轮不上迟重瑞。更何况迟重瑞自己好好拍戏，拍到现在，资产几千万肯定是有了，还能混个德艺双馨老艺术家。图茂那更是没有。他和陈丽华其实只差11岁，看着不像是因为陈丽华长得怎么说呢，不管年轻还是老的时候，都像个烫了头的郭德纲。如果说图情绪价值，那更是没有，反而是唐僧如履薄冰这么多年，不像丈夫，反而像助理，甚至也没有助理的地位，毕竟陈丽华的儿子也不太尊重他。这照片我是第一次见到。哇，这我年轻的照片，有头发的这个。那会儿我满头黑发。用现在的话说，当年这绝对是标准的小鲜肉啊。小鲜肉。《西游记》拍完那会儿，您其实还非常年轻。对，如果您要想留头发，可以仍然是一头乌发。仍然是一头乌发后来我结了婚了之后我就想留头发了。这时候我们的儿子赵勇，现在是我们公司的总裁，就叫我叔叔，叫我迟叔，说您看您现在光亮的头发，我感觉到您特别富态，说的您现在什么样就保持什么样，别再留头发了。就他这一句话，我就没留头发。因为我特别尊重他，我跟他们又是他们的叔叔，又是他们的朋友。他和陈丽华说话还要说您呀您的，多说一句就会被老婆训斥多嘴。赚这28年，我从来没跟迟先生开过玩笑，你们相信吗？不相信。到现在这互相尊重，迟先生跟我说话都是您该吃饭了，您该喝水了，该休息了吧？都是这样。那个从来没有说的。你怎么着？反正我刚才这一上午我就观察迟先生对您是可能有很多习惯的那个动作，就是特别细心。对，比如喝水啊，或者包括那椅子什么的，就是这他是比较。他有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但还有就是细心。干什么事有时候迟先生陪着我去，或者是有什么大场合。迟先生，但迟先生有什么大场合，我从来不陪。为什么呀？我认为就是说，他是文艺界的很多的文艺界，在很多的粉丝，我跟着去不太合适。甭管我们是一家人。如此一来，我就有点好奇，老迟会不会说：“董事长，您受累，我进来了。”不过最近我看迟重瑞有点容光焕发那劲儿了。悟空，都怪当时为师不听你好言相劝，快救我出去吧，那妖怪要与我成亲呢。哦，师傅，以我之见，你在此成亲也好，让他给你养个小的和尚。哎呀，李小璐我给到拉。今天对手都太强了，有谋财的，有害命的，有谋财害命的。跟这些人相比，出轨那多大点事儿啊！没想到小璐会因为仅仅是出轨而风评逆转。有时候吧，比下限都能比出优越感。璐姐在这一堆人里面绝对是一股清流。小璐和亮子生了孩子，事业助力也不小，属于旺夫的。我觉得亮子现在是把小璐当斗家，助理像小璐不说，还找了个像 PG1 的，吃绿帽流量吃得盆满钵满。不知道午夜梦回，亮子会不会忽然悟到，比小璐更好的是给我戴帽子的小璐。我祝他成功吧，因为这个很难做，这很难评，这东西就是这个隔行如隔山，这是我对他的劝告。潘粤明就是放不开，不然也发了。有时候我甚至觉得璐姐也挺不容易的，一边被前夫蹭热度，
一边还有个做头发梗，一辈子甩不掉。当然，这一切果都是当年种下的因，毕竟他和文章一样。我真的是，我是顺极了，我顺极了，哥哥，我可羡慕你了啊！我顺极了，真的顺极了。你不光顺，你演的戏都很顺，人家演的戏都是搞对象的戏。焦恩俊的前妻黄婉玲给到顶级，黄婉玲婚内出轨，离婚后他要钱，焦恩俊要孩子，后来黄又要回了孩子的抚养权，而且不允许焦恩俊探望女儿，以至于焦恩俊抑郁了很长一段时间，父女关系也是这些年才缓和。焦恩俊是个好男人，婚后为了养家拍了《西门无恨》，这片子当初原定的男主是马景涛，但是马景涛多精呀，一看本子，二看女主，眼都没眨，掏了违约金，连夜扛火车跑路。经此一役，大金主西门大妈也聪明了，隐瞒了自己将要出演女主的事儿。马景涛虽然救了自己，但没能救自己的兄弟刘德凯和正缺钱的焦恩俊。这俩苦命儿当时肯定想不到，自己都年过半百了，和西门小恨恨的浴缸嬉戏镜头仍然是动图大热门。其实焦恩俊刚开始也挣扎过，这换谁不挣扎？但是西门大妈把违约金提高了几倍，焦恩俊无路可退，只能硬着头皮演了。焦恩俊硬是用自己的专业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虽然西门大妈对不起老焦，但老焦对得起观众。不过我比较同情刘德凯，剧里焦恩俊只需要和大妈虚空对视，而且幸运的是焦恩俊是近视，想必模模糊糊一咬牙就过去了。刘德凯的难度比他大多了，实打实的要鸳鸯戏水加调情的，傻丫头也是要说出口的。你知不知道我刚刚在这里面洗过脚？你在生谁的气啊？当然是你了。既然生我的气，为什么不把我给揍一顿，反而拼命的抱住我呢？哎呀，你以为我舍不得揍你是吧？住手！我早就该狠狠的把你打一顿，免得你随时随地都想点子害我。住手！不过《西门无恨》拍完后，焦恩俊连杀青宴都没参加，就连夜逃回家中，估计是一边想尽快离开伤心之地，一边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好好舔舐伤口。细算焦恩俊也不算吃亏，毕竟后面马上就演了一部《小李飞刀》，一堆美女左拥右抱，还有战狼做配，自己又风流倜傥，之前亏的也算全补回来了。傅首尔给到人上人，傅首尔长相或者这一类人，第一要义就是凶，也就是攻击性。这种人一般情绪化重，戒备心强，脸上永远带着准备攻击的肌肉线条。相由心生不是玄学，如果一个人经常笑，脸上的肌肉就会用来笑；一个人经常哭，脸上的肌肉就会用来哭。如果一个人经常板着脸，准备和人吵架，脸上的肌肉也会养成吵架专用的线条。如果一个人只是单纯的坏，一不做二不休的坏到底，也可以称得上一种性格。但傅首尔类型的人都是又虚又空，看起来盛气凌人，但打击完别人没成功，或者被反压制了，自己就慌了，然后就破防哭，咒骂世界不公，生活不公。但你还别说，傅首尔的悍妻人设还是有一大群的拥趸，也是他的发财密码。其实要对付这种人，下策是斗狠，但是往往会失败。试想一下，你怎么可能在菜市场大妈哲学里面算计得过菜市场大妈本人呢？你凭什么拉我？凭什么拉我？你干什么？你凭什么拉我？人呢？我告诉你，我不是那种好人的人。好了，你还不知道我不是好人。中策是拉大旗做虎皮，就是直接用一个更高级的或者更权威的例子或者名言来映衬他的 low， 要让他明白他这些算计是有点道理的，但在更高级的理论面前太 low 了，他就会闭嘴。
但这种对策需要一定的理论基础或者社会阅历，使用的人智商要非常高，否则把他们搞成疯狗就更可怕了。一会儿过来了，走到我这儿来了，上下瞄了我一眼，喝什么？我装作听不懂的样子，我说的 Sorry, I don't understand。我问你喝什么？我说 Sorry, I don't understand。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to drink? Coffee, tea, or Coca-Cola? 我瞄了他一眼，成这儿。上策是暴力，不是拳打脚踢那种 physical 那种暴力，而是要成为他，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因为这类人最怕的就是暴力，那是他们向往却不曾掌握的力量。他要跟你说算计，你就跟他聊规矩；他要跟你说道德，你就跟他聊法律；他跟你说别人怎么样，你就跟他聊特权，跟他聊阶级，跟他聊生杀予夺。他手忙脚乱，你就赢了。那个作为范冰冰的干爹，你有没有见过范冰冰男朋友啊？谁是我干爹？那个范冰冰。范冰冰是你干爹啊？你有没有见过范冰冰的男朋友？你有没有见过她男朋友啊？你们见过范冰冰的爷爷啊？你怎么没有见过啊？啊，范冰冰的干爷爷你见过了吗？啊，你说嘛，没关系，你说。范冰冰干爷爷的干爷爷你见过了吗？啊，你也没见过，那你怎么问我呢？不知道各位男士看到这里会不会已经软了，腿软了？但是你要知道，独妇少有，贤妻易寻。就像这个美丽的女孩，她在中环帮一个华裔男孩指路，交谈中男孩问她：英语这么好，是 local 还是华裔？她说都不是，她来自大陆。男孩的10岁独自从波士顿飞来香港看赛马，女孩的10岁在黄河故道的盐碱地时麦穗儿。10年后，女孩保送到上外，又来到香港。他们的起点不同，终点不同，但在此时此刻，维港的风同时在他们身上吹拂。命运是座环流岛，整个香港看过赛马的人随处可见，但见过黄河、拾过麦穗的人却万里挑一。对呀，这本身就是为了拍你才存在的照片。摩天轮谁没见过？但是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真爱在，一直都在，希望大家都能觅得真爱。我是小猪，谢谢观看，下期见哦。拜拜。